一开始水泥和墙面很难粘到一起，并且糊的这个墙面是坑坑洼洼，这真的是一项技术活。最困难的是补天花板了，这几个洞因为没有受力点，水泥粘不上。经过我2-3天的努力，终于把地面和墙面都平整。不过水泥刷了一套老房子，就是这个院子着实有点差，所以我们决定花500块把它改造成这样。今天先来把院子清理出来，因为门比较小，摇着充当起了人体测量仪，最终还是没能放进去。你们觉得这些老柜子应该如何处理呀？接下来就是清理垃圾了，别看它地方不大，垃圾可真不少。房东说这是上一个租客留下来的财货。接下来就是给墙面上颜色啦，纠结了很久，还是选择了白色。比起和水泥，刷漆真的是很轻松了。看着老旧的墙面一点点变白，这个过程真的又治愈又解压。院子里的这2面墙本想保留原本的特色，但是面已经破旧不堪，第一步就是除掉破旧的墙皮。一开始以为很简单，没想到这么顽固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除了这么一点，是我们天真了。墙皮清理完，我们又去买了腻子粉。腻子用水搅拌均匀，过程真的很费胳膊。这个墙面不知道经历了什么，有这么多的裂纹，只能一点点的把它补平。这洞好深，都疼了。哇，你跳进去了！我们想把墙面刷成这种奶乎乎的淡黄色，但是商店没有，只能买了白色和黄色的颜料自己调。但是这个颜色，所以我们决定再去买桶白色的油漆中和一下。没想到上墙之后，干了以后颜色有点偏薄荷绿。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，没想到过程如此曲折，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，硬着头皮也得干下去呀。到这漏风的窗户了，我敢保证这窗户起码得有10年没有洗澡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厚的陈年老灰。这个纱帘怎么还是坏着？不管了，还是直接给它薅下来吧。你别说，这窗外的景色还不错。没时间洗澡饭店了，还是快干活吧。给边边角角贴上美蚊子，现在就可以来刷漆了。哎，这小哥哥不在的时候，别说拧瓶盖，油漆盖都给你拧下来。经过这几天的改造，其他本领没学会，这翻装上墙的本事练就的倒是炉火纯青。来，咱准备沉浸式担当吧。虽然刷的不太完美，但也是焕然一新。再把我们花50块钱买的纱帘装上。拉不动了。
小月儿终于在我俩的不懈努力之下，完成了初步的改头换面。就是这个院子有点空荡荡的，在网上看到这个花池卡座还不错，今天就给小月儿安排上。拆墙剩下的砖头终于有用武之地了，先把花池的大概形状摆出来，就是这个砖头有点不够用，去附近的建材市场买了砖头和水泥，老板说运过来要再加50块，我们怎么能花这冤枉钱？去邻居大爷家借了3路车，大爷嘴上嫌弃我们不会骑，反过头来就亲自出马帮我们去拖，大爷这也太帅气了，我们的小电驴只能望其项背。100块砖头和2袋水泥、5袋沙子，一共花费140。经过我2、3天的努力，花池已经初见雏形。然后我们又去买了防腐木，为花池做卡座。木头也拜托老板帮我们裁了一下，长度竟然不合适，只能返工重做了。经历了一波三折，终于装好了卡座，打磨一下就可以直接刷油啦。距离海边近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捡鹅卵石，将捡来的鹅卵石铺在墙边就大功告成啦。再等下去就怕来不及。便宜点吧，100块钱，还哪有你便宜？那个大圈吗？那个电视柜能卖吗？卖。多少钱？这个你要是俩一块拿走的话，给我50块钱就行。150块买了沙发和电视柜，沉不沉啊？好沉啊！不送了。装，继续装。就是好，看看这小柜门做的多精致，只不过柜子因为年岁太长，表面老旧，还有很多的虫眼。那里面过深了，都有蜡了。看这些冲乱，今天我们就来改造一下，先把表面冲洗干净。阿姨，那有水帮你加加菜吗？邻居阿姨在给菜地浇水，正好我们有水管。阿姨说给我们摘无花果吃，威海的无花果真的特别甜。柜子冲洗干净后，再用砂纸把表面打磨一下。为了保持柜子原有的特色，我们决定用木蜡油。刷完一层，颜色变深了，抽屉也要均匀上色。一只落难的蚊子还在苦苦挣扎。对吧？等干了再上一层，颜色就更均匀了。满满的复古风，完全是我们想要的效果。它刚好有个50块淘来的电视柜的。
是时候给它换个衣服了。桌子因为年岁太久，已经残破不堪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化繁为简。过程真的太解压了，不过这个样子看起来不知道哪里有点奇怪。先给它洗个澡，再把贴纸铲下来。这是以前租客留下来的，实在是太难整了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作为他的好搭档，垫脚椅也要一起安排上新衣服，给他们一起刷个奶乎乎的颜色。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喜欢了，边边角角都要照顾到。因为颜色太单调了，我们又在椅子上画了一幅小画，放在卧室正合适。用了，只能拆下来换个新的，把手也要拆下来换新的。柜子太久没人用，上面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。整了半天才发现少了一扇门，应该是这下柜子终于打算刷一个奶乎乎的绿色。房子里的老古董可真不少，不过老物件质量是真不错。由于这个柜子太重，我俩实在是搬不动啊，只能在房间内改造。柜子里面刷上木蜡油，盖掉陈旧的底色，等漆干了再刷一层，颜色就更均匀了。这个奶乎乎的绿色也太爱了吧！左手那个，这个看着大气。再把我这复古门把手装上，瞬间就提升了一个档次。这小3连也是氛围感神奇，这不感觉瞬间就出来了。会有这么一面墙，名曰迎门墙。虽然它的雕花做工都很漂亮，但这上世纪的风格我们着实接受不了啊！把上面的灰尘打扫干净。你都不能一次说完呢，我刚过来。
这是改完的样子，有一种贫民窟变富家女的感觉。家人们，你说他现在算不算得上是门面担当了？我家中有个闲置的衣柜要送给我们，正在搬的时候瞥到了旁边的好东西，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画面。看着老海报就知道有些年头了，这可是当年北方农村的标配。听房东说，当年的柜子都是木匠师傅纯手工打造，得需要师傅们好几天才能做出来。把表面开裂的地方刮下来，再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刷漆啦。钟情黑色柜子很久了，但害怕翻车，今天终于有勇气来尝试。俗话说得好，人生总是在一次次的挫折中迷失自我。好像哪里不对。正面刷完，再把侧面刷上，中间部分就用藤边装饰。差不多。这图不太录。因为买的藤边大小不合适，只能拆开安装。下面这个吧，行，好看。最后再贴上贴纸，就大功告成啦。是个很可爱的小猫咪，把胶水沿着线稿给它涂一遍，撂上2-3分钟后就可以往上面沾湿啦。一直以为这个金色的丝丝会特别的硬，没想到练个10几分钟就可以上手了。不过这是第一次尝试，所以很多细节做的还不是很好，但过程真的很治愈。下次结束后就可以上色了。先调砂，主要是橙色和绿色，水和胶1比1搅和搅和。先把小猫整出来，大面积的黄色和白色。叶子的颜色是渐变的，深色和浅色穿插着来吧。大功告成，经过了1个晚上已经干透了，用时2天终于完成。再把最后一层临摹胶喷上，晾干就完成啦。接下来就把它安到窗户上。会吗，亲爱的？他不允许质疑我的声音，知道吗？这也太温馨了，一只晒着太阳的小猫咪和我们的森林系风格也太搭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拆掉换成床垫，舒适又美观。太沉了。至于床垫吧，不能抠，还是得安排个得劲儿的。Layer Room 这款我已经种草很久了，用附赠的工具轻轻划开，一下子就弹开了。毕竟免费试睡365天，睡得不舒服还可以，面料柔软亲肤，短短的，躺上特别舒服。哇，这个床不软也不硬的，躺下就不想起来了。回弹力特别好，忍不住在上面蹦蹦跳跳。最后再铺上阿丽亚蒂同款被套，感觉对了。就是这里还缺个编辑，但看上眼的价格让我无能为力。我觉得我可以，没错，4度帐还是荧光的，所以咱给它改个颜色，提升一下气质，再给它盖个桌板，从此它就有了新的使命。铺上地毯，放上绿植，最后再来点氛围感音乐。他也是亏钱。没想到买灯还送师傅，这买卖花被师傅嫌弃了。别人简直就是欣赏不了，我也欣赏不了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现在就给它换个颜色，我们决定给它涂成绿色的。颜色看起来还不错，是我们想要的感觉。这些应该没有人吐槽了吧？还有几个轮胎，用它做个小茶，改成大海主题的茶几。先给它刷上蓝色，最后再用刷子找细节，放在阳光下晾了。买了一个木板，一个玻璃板，木板放下面，打2个螺丝给它固定好，再把20多淘来的桌腿装在轮胎下面。现在拧螺丝是越来越顺手了。完成。这是我们从海边借来的沙子，把它倒进里面，再放几个小贝壳和彩灯装饰一下，最后再把玻璃板放上桌砖。